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因为家人家务做得很少，你觉得这些家人总是很懒而发生争吵？我们家有啊，但是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今天我们俩就来聊这个事情，感觉挺光荣的是吧？对，没有想到你竟然第一次请来这个女佣服务来家里做了清洁啊。那你是赞赏还是批评？我觉得挺赞赏的啊，就趁你不在嘛，所以我就阴谋夺权，然后做了很多第一次的事情。我们在刚到这里的时候，向一些朋友请教，他们都有提到安全因素。对，所以但我是想冒一个风险。原先在上海呢，这是一个事实的介绍哈，我们是有用了3、4年的这个上门的家政服务。对，我们也是纠结很长时间，从不用到用。到马来西亚呢，刚来1月份、2月份就打听这个事儿，为什么一开始来的时候打听了，但是不愿意用呢？我觉得还是跟大家给我们的反馈吧。人家都说这里的女佣一般是外劳，然后他们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人到时他不出现，莫名其妙人就不见了，还有家里面的一些财物可能会被人家动手动脚来拿掉，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还没有这个想好应对办法是什么，所以我也没有这个勇气去冒这个风险。我呢是了解这个问题，但是你看我那些朋友都还在用，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小概率事件，这就是我愿意冒一个风险的原因。当然我知道也有一些华人愿意做家政的，但这个欢迎大家补充了。那我们第一次用下来了，你是我叫的哈，你觉得从0到10分的话可以打几分呢？给这个服务，你觉得6分吧，刚刚及格吧？可能我打的也差不多，但我比你略高一点，6到7分之间。那上海0到10分你可以打几分？我基本上可以打满分10分。就是满分了。对，好，这个差距你能说说看，和上海的原先使用的比差在哪儿呢？我觉得从专业度还有从做事的方法上面，两地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上海的这个阿姨她能够做到保洁完之后，你几乎是感觉你的这些家用电器啊、厨房啊、这个卫生间的玻璃啊、五金件啊是锃亮如新，毫不夸张的说，你就是感觉整个家是被更新过了。那这里的阿姨相对来说，她是有点蜻蜓点水。沟通方面，这边的阿姨她好像，我观察一下，我跟她沟通说我的重点是厨房，然后我的要求是厨房弄完再弄其他的地方，她好像完全没有在听。那我也试图跟她沟通了几次之后，我发现她还是在做她自己的这个顺序。对，所以就导致我们那次我们4个多小时的保洁服务，厨房压根儿没有清洁。但我们也不是那么熟啊，也希望大家可以补充。就我们刚开始用的体验是这样子的。对那6分其实也是一个刚刚及格的分数嘛，它说明它有它好的地方。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是我不擅长也不喜欢做的一些家务，它能够帮我做的，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讲说清洁这个卫生间和厨房间的地砖，我觉得他们还是很用心的。用第一遍是先用清洁剂，用刷子去刷，刷完之后可能还要再去用清水再去刷一遍。那个刷完之后，这个地面确实就本来黏糊糊的就不，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往前探索，因为我们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们经历了由不用到用，那是第一次，真正的是第一次使用阿姨嘛。对。那我们原先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都一直不喜欢用家政服务呢？你说或者说你呢？你觉得呢？我是很想要用啊，因为我有朋友就有用嘛。那当然对我观念的刷新，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的观念也觉得自己的事儿应该自己去做。那我的朋友呢就跟我吹嘘说，他们家请了保家以后，2个人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然后呢，阿姨的服务质量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有一点触动，有一点心动。我觉得我们去提高这个生活品质，把自己的时间节省下来，是否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几次3番问你呢，都被你拒绝了。你说你不喜欢有陌生人在家里，这是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一点。对，我对阿姨在没有用之前是比较强烈的抵触吧，有挺多的原因的。第一点，我是觉得。我可能抱着一种很执拗的危机感吧。我觉得每次都会在心里面升起一个声音，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有钱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水准放得这么高，将来如果没有收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过那种穷日子。所以我一直在所谓的居安思危嘛。那这个是一点，不想让自己所谓的骄奢淫逸，好像没有到享受的时候。第二个思想就是说，我有点私心了，就想培训你了。我觉得我们结婚之后，我就发现你是一个贫穷贵公子，就出生于普通的家庭。照理说应该是能够所谓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应该是家务活至少不说样样行，至少也能干一点。我就没有想到你是压根儿不会干，一点都不会干，就是那种
那种感觉是圣母心泛滥，我觉得要把你培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想，对，我想这玩意儿，你通过做家务，对吧？你能够去练习一些生存技巧。那万一以后我们俩离婚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啊，你这玩意儿一个月善良，谢谢啊。对，对啊。还有第3点就是一种对未知的一种恐惧吧。我不知道阿姨要多少钱啊，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挺贵的。实际我们待会儿去说哈。我想我们分享，我们从不用到用呢，对观众也有启发，因为不管生活在大马的华人或者还没有使用家政服务的人，他们可能心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结嘛。刚有说我们因为做家务这个事情是我们争吵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嘛。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就是最终会走到争吵这一步呢？你的想法是什么样？我的想法就是。你怎么生活可以如此粗枝大叶，在这样一个不清洁不整洁的环境当中，为什么你的容忍度那么高？我是找到解决方案的，因为我觉得不然我们就把生活的标准降低。如果要达到一样高的程度的话，但我矛盾在于我不想去花这个时间嘛，我觉得我的时间应该花在其他地方，那就应该请专业的人去做，中间唯一的代价就是要付出一些金钱，但是我们就卡壳在这里。对，又是什么触动或者说改变使你觉得说 OK 可以值得付这个钱去这个做一个突破呢？最终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归功于电商的发达吧。因为你完全不能想象这个电商服务，我平时只是在上海用来买一些生鲜水果，对，它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就上线了这个家政服务，我就点进去好奇的一看，我发现说也不是那么贵嘛，1小时的话算下来可能就60到80人民币这个样子。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就下了一单，然后来了这个阿姨，说的还真挺有缘分。那个阿姨试了一次之后，我就一直想要这个阿姨。我们这4年都没有换过阿姨，然后一下子就感觉说，这是一个他人又干得好，然后这个价格又是我能够承担的。那么就像你《富爸爸穷爸爸》里所说的，用钱成为一个工具，然后为你办事。对，对，这是我的这个思想的这个一方面。好，那你刚刚说到钱，我们可以大概比较一下，在马来西亚和在上海大概所支出的成本之间的差距是什么样子的？在上海你刚说是60-70块1个小时，对，6-7块是指人民币，所以也就是在40-45马币这样1小时。对。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上回来的是4小时的服务，是100马币。对，那这个前提是你自己买了清洁用具和清洁用品。对，如果你每次要他带的话呢，要再加150马币。折换成这个人民币的单小时的话呢，就比上海的就略低一点，但是不会差太多。对，这样的一个概念哈。但上海这个你有提到过，它是一个高级服务是吧？这个初级一些的还会更便宜。对。是的，那我们可以认为就差不多，上海的清洁成本和在马来西亚实际差不多。对，所以这样如果同等比较的话，马来西亚的这个服务相对来说还是贵的。是，因为马来西亚通常的人的成本和物价都要相对还要低一点。对，但我觉得也有好的地方，因为同样的时间呢，这个阿姨在我们家她所清洁的室内面积要大很多。如果你考虑体积的话，会更多，因为我们家这里会更高一点。我是指你还要清洁一些其他的东西，同样的窗也会变得更高嘛。那么他还做了一些电扇啊，他还帮我们去什么叠被子去清洁这些在上海不会去做的一些东西，服务内容会更多一点，然后它的速度更快一点，所以大面上来讲解决问题。我跟你的体验，可能你那次用的那个阿姨是高效的，那我在那一次看的这个阿姨的话，我其实觉得她做了一些事情是我不需要做的，而且我是已经尝试跟她沟通了。比如说你说的铺床叠被，这完全是我不需要的。我在上海也不会让阿姨做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我花了时间跟她沟通了好几遍，我说你要去弄厨房，她就是不弄，我也不明白。这是我们碰到的问题，也是打分在6分的原因嘛。那你觉得未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使得一样的钱花出去得到更好的服务？我准备了一个双语的这个打扫顺序嘛。对，那个英文的和马来语的。那我这次就既然讲不清楚的话，就给他看这个单子了。OK， 好，说完了这个价格啊，我还想告诉你，前几天我们在社区做了一个调查，问咱们的观众他们会不会去使用家政的服务。但是我看了最后的结果，出乎意料啊，可能都不到半数的人在用，对比半数要少一点的人会用，然后又只有1/6的人呢是每周会来用一次。其实，在上海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老一辈的，我们的父母辈和家长，
他们都是不倾向于使用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观念上的影响吧，因为我也看了一些观众在投票之后给我们的留言嘛，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想法，也是很典型我们早期的一些想法吧，就是这个，他们有些什么反馈呢？我看到有的观众就提到了说，这个请阿姨会带来一些安全问题啊。对也有提到，对，还有会提到说，这个阿姨她的清洁方式啊，一块抹布用到底，这个东西不能够做到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打扫，有卫生的担心。对，还有人会提到说，家里面其实合力一起做家务也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家庭活动，这种观念，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嘛。本来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阶段嘛，大家把这个家务去分拆开来，大家集中精神去做，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可能生活当中还有比做家务更让你享受，然后更能够带来一些实际价值的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的矛盾是时间不够用，对吗？然后因为这个家务的分摊，造成两个人关系不好，经常要吵架，这其实就本末倒置了嘛。那么小的事情，如果可以用钱，然后作为一个工具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花点钱能够解决的小事情的话，和这个夫妻关系、亲密关系的这个权重衡量一下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做出一个取舍了。对，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然后每个人金钱和时间的安排吧，对这种服务的选择，我觉得没有对错，但是对每个人重要的事情，每个人所面临的情况，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思考和做出的选择是这样子的。所以听上去你也会再坚持用下去嘛？对，但是我也有一些家务，我是觉得要自己去做的，因为我觉得做家务有它的好处。就比如讲说，你自己也提到说你比较喜欢洗碗，对吗？我们有朋友他说他洗碗的时候就能够进入心流模式，他觉得是一个放松。那对我来说，有一些家务，比如说擦窗，比如说换被单，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的时候。我以前用你的这个苹果手机专门记过心率和燃烧的卡路里，我测下来。心率最大的是擦淋浴间的玻璃，还有就是擦窗。因为要蹲起站立，这样几乎是跟慢跑差不多了，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几十分钟。像这种事情，我觉得我会继续在这边自己做。那么我可以一周可以集中一天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一天我就不用运动了，也挺好的。正好是既做家务，又是完成了有氧运动。对，然后呢，也是避开了那些自己所不喜欢的成分，不会因为家务而产生不愉快或者是争吵，因为你是刻意的自我选择嘛。对自留项目。我也是。那我看来要把碗藏一点，留着，不要让阿姨去这个清洗。对啊，现在回想一下，当年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还有心血，然后为了家务分摊的事情吵架，其实挺不值得的。对，而且吵一次都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总的时间消耗是蛮高的。对啊。像我们老一辈即便免费的，就我们帮他请了到他们家帮他们去做，他们的结果应该还是不接受。有可能和咱们这里的华人心态有略微的相像，我们也可以剖析一下，他们给到一些什么反馈，就导致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服务。我从我爸妈和你爸妈这边收集到的情况，基本上第一个，他们觉得自己已经退休在家了，时间有大把的，然后每天好像都会抽出一定的家务时间，会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他们认为家里面的家务都已经做掉了。所以这个深挖的下去的话，就是我们对清洁，就是我们年轻一代。或者说用过钟点工之后对清洁的这样一个要求跟老一辈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一个底，他们一个标准线可能是属于比较稍微低一点。我们可能看到过这个阿姨的专业服务之后，我们的这个心理预期就被提高了，所以这个标准不一样。对，我们生活整体的标准会更高。因为再进一步分析一下，就什么使得我们的生活标准会变得更高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还是用过之后，你有一个确实的体验了嘛？家里面我们以前没有用钟点工的时候，这个龙头上面的水渍，我也擦过，擦不干净。那阿姨就是很厉害，她有这种清洁的膏，还有这个专门的清洁抹布。我看她是轻轻松松，然后就把这个弄得我们已经装修了10几年的这样一个用的这个五金龙头，真的像全新一样。这个我们真是做不到。那是见识。对。那同时像我们以前一直在全球一些不同的国家去旅行，看到过别人保养比较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它也是导致见识的增加。然后有一定的好奇心嘛，我们想要去节省自己的时间，然后我们也通过一些阅读去增长、去改变自己的常识和自己的对生活的理解嘛。正好这是一个原因。还有没有什么原因就导致老一辈他们不太欣赏，也不愿意用这样的服务呢？
经济考量吧，他们会觉得说退休了之后自己的收入一定没有工作时候那么多，退休工资会减少嘛，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那么开源节流，开源这方面他们已经退休了做不到，他们就节流。那么这个节流就已经到了一种极致，就哪怕我们花钱给他们一种点工，他们也反正钱好像是我们的钱也是，他们也会心疼。对，他其实在替你节流。对，因为他还是这个华人的概念嘛，还是的小一辈，也是他要去照顾和保护的这个一部分。还有我觉得是不是像比较传统的观念里啊，华人观念里会觉得勤劳是很重要的一个很好的品质，并且懒惰呢是一个很糟糕的品质。一个人懒惰就意味着他未来会堕落，意味着他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不能实现各种阶层的变化，就意味着一大串事情。所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不能懒，要勤劳。我觉得这个跟他们也有关系。对，就是你回家忙完工作之后，接着就是忙家务。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工作完之后你就不想干家务。第二个就是因为工作你在家待的时间也很少，没有必要。是。另外，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点，就他们不太愿意为无形的服务买单，他们可能愿意买一个东西，甚至买一个屋子，买一个小的器具。那他如果让他为别人的服务是无形的去支付的话，这个意愿度就会下降。我的感受哈，就是人都有一个进化变化的过程吧。像我们也是从不愿意为哪怕像软件啊、服务啊买单，慢慢到愿意，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思想变化。我想，我还有一个当时刚漏说的一个心里面的坎，就是觉得家里有个陌生人在会浑身不自在。但是用了之后，其实，怎么说呢，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个包括这边的阿姨也是，阿姨在房间里面忙，其实我们也没有在旁边就是贴身去看。对，就是他是那种不打扰式的，因为别人也是专业的嘛，一直在做一些清洁，他知道你在这儿或者你在这个房间忙，他先去干其他的事情，对，或者他会给你打个招呼，就不是那种声响很大或者这个总体让你感到很不放心。反正我是既然来一次，我就抱着完全信任的这个态度的，就是完全放开让他。对，我觉得可能这个观念上跟老一辈也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爸妈请了钟点工，我听到的反馈就是你爸妈就是像监工一样，贴身监督整个3小时，所以他们会觉得很累。然后对阿姨的工作也是用放大镜在看。我在想想，如果我在做家务的时候，旁边有2个人盯着我看，我也会很难受，对吧？很难受。所以我们会扩展到更多的方面嘛。如果能够这个花钱节省一些时间，你还是会。对啊，上次不是我们也尝试去询问朋友怎么样子找人来洗我们家里的那个窗帘对吗？还有怎么样找人去擦窗，还有就是空调怎么样找人去清洁。我也觉得这边的爬上爬下太危险了。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我做不好或者说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去找别人去做。因为它能够节省时间，而时间呢，是因为我们是希望以一点金钱为代价，把这个时间花到去建设家庭上面。因为那个是我们视为更加重要的事情。对所以这整个就是这样思考。我的衡量是你自己每小时的收入是多少。如果你投资自己啊，或者你把这个时间用于工作，它是可以在现在或者是未来带来收入的话，而且这个收入会比你支付给阿姨的成本更高的话，那就应该非常理性的花在自己或者是工作上面，而不应该去避讳花到这个把钱给阿姨来节省下你的时间。所以你是一个很先进的一个消费观念嘛？就是这是一种投资，就变成了。厉害，贫穷贵公子，果然很贵。那咖啡这个也录一下。